我是被一个励志系统养大的孤儿。他许诺我，只要你乖乖听话，考上顶尖大学，我就能让你父母复活。于是10多年来，我啃着冷硬的馒头，住着漏雨的危房，像苦行僧般完成他布置的任务。啃完堆积如山的习题，把痛苦与贫穷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可高考前一天，我却被人霸凌致死。后来我亲眼看见我的父母活得好好的，正和所谓的系统一起窝在我的小破屋里。我爸满意的看着一墙的奖状，我们这10多年的苦没白喂，死没白装，他肯定能出人头地。我妈眉眼带笑，还是你这招管用，等囡囡考上名校，咱们就给他一个复活奖励，后半辈子等着他感激我们吧。原来10多年的苦难都是他们为我量身定做的剧本，可惜我已经死了，他们的愿望要落空了。脑子存放处提醒您，本文已完结，一口气看完，禁止搬运。高考前一天，系统难得仁慈，今天不用打工，养精蓄锐备战明天。没有油腻的碗盘，没有熏眼的油烟，我甚至觉得书包都轻了些。那条必经的窄巷，阴影比往常更浓，一只手猛地把我拽了进去，力气大得吓人。我踉跄几步，后背重重撞上湿冷的砖墙。我熟练地低下头，缩起肩膀，把自己变成一团不起眼的影子。打吧，骂吧，抢吧，我都受着。系统说过，每一次忍耐都是通往复活之路的砖石。疼痛是暂时的，屈辱是暂时的，只要明天一过，只要我考上清北。哟，孤儿，明天要上天了是吧？领头的李磊堵在我面前，嘴里叼着烟，烟雾喷在我脸上。我沉默。听说你这种没爹没妈的，身上带晦气，别把霉运传给我们考场。拳头和脚印落下来，比平时密集，也更重。我咬紧牙关，心里默数，1下2下，系统会给我加分吗？距离见到爸妈，是不是又近了一点？直到一根冰冷的粗硬的东西，带着风声，狠狠砸在我后脑勺上。砰！世界猛地一震，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潮水般退去。剧痛炸开，眼前瞬间黑了，又冒出无数金星。我倒地时额角磕在碎石上，温热的液体顺着脸颊往下淌，带着铁锈味。我要死了！这个念头像冰锥一样，狠狠扎进混沌的意识里，清晰的可怕。可是明天就高考了，我只差最后一步了。系统承诺过，只要我听话，就能见到爸妈的。我拼了18年，就等这一天，现在却要停在这里了吗？力气顺着伤口往外淌，和地上的血一样，止不住。我想抬手，指尖却重得像灌了铅。爸爸妈妈会不会怪我？怪我没听话，没撑到最后？怪我毁了他们复活的机会？可是活着见不到，死了总能团聚了吧？眼泪终于忍不住砸下来，混着嘴角的血腥味，又咸又苦。我闭上眼睛，期待着最终的团聚。预想中的温暖没有到来，反而觉得身体一轻，像片羽毛飘了起来。我疑惑地睁开眼，就看见另一个蜷缩在角落的垃圾堆旁的身影，头歪着，身下是一大滩暗红的血，头发散乱，沾着泥土和血污，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彻底被染红了。我就这么死了，像个被丢弃的破娃娃。没等我看清，眼前的景象猛地扭曲旋转。下一秒，我站在了熟悉的房间里，我那间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小破屋。可屋里有人，一对中年男女正坐在我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板床上，旁边还有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瘦削男人。我的目光死死定在那对男女身上，皱纹爬上了他们的眼角，身材也有些发福，但我认得他们。我枕头底下藏着的那张边角磨损的旧照片，我每天睡前都要摸一摸，看了18年。是我的爸妈，他们没死。姐夫，放心吧，根据最终数据反馈，林婉的抗压指数、意志力均已达到峰值，清北大学板上钉钉。这声音，浑身的血液，不，我残存的意识都在尖叫。是系统，那个从我记事开始，每天在我耳边发号施令，决定我每一步该怎么走的声音。这次不是从我脑海中响起，而是站在爸妈面前的这个男人，我的舅舅。我爸满意的点点头，看着墙上我贴得整整齐齐，几乎覆盖了所有没班的奖状。不枉我们倾尽家产，这18年的苦总算没白喂，这孩子出息了。我妈笑得眉眼弯起，语气轻快的像在讨论今晚的菜价。还是你这系统的主意管用，给他耳后植个微型传感器，天天远程下指令打鸡血，比说什么都灵。我下意识的想去摸我右耳后，那里有一颗凸起的小痣。我飘在空中，看着他们在我死去的房间里，用谈论一件即将完工的产品的语气，谈论着我，谈论着他们为我精心策划的18年。原来没有系统，没有复活，一切都是他们为了让我有出息，为了他们能享福，为我精心制定的剧本。
我飘在空中，无法从这惊天骗局中缓过神。舅舅看了看时间，开口道：“时间差不多了，林婉今天没打工，快回来了，我们得走了，别撞上。”我爸点了点头，我们去找找孙老师，在最后了解一下囡囡的情况，确保明天万无一失。我妈利索地从我睡了18年的破床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我跟随着他们，阳光有些刺眼，但我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们没走多久，就到了我学校后门那条僻静的小巷附近，就是我刚刚死去的地方不远处。以李磊为首的那几个刚刚失手杀了我的混混，正叼着烟，吊儿郎当地等在那里。他们看见我爸妈，非但没跑，反而嬉皮笑脸地迎了上来。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和他们打招呼：“叔，阿姨，张哥。”李磊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语气熟稔的像在汇报工作：“刚完事儿，你们就来了，真准时。”我爸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竟然没问一句我女儿呢，而是直接问：“怎么样？她今天表现如何？”李磊旁边一个黄毛抢着说，语气里甚至带着点邀功的得意：“放心吧叔，我们按张哥吩咐的，今天下手重点，算是考前最后加练。您家闺女是真能忍，一声不吭，骨头硬得很，这心智绝对磨出来了。”我妈一听，脸上顿时笑开了花，仿佛听到了最好的夸奖：“真的？那就好，那就好，这孩子从小就坚强，我就知道他能行。”我爸脸上也露出了近乎欣慰的表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李磊手里：“辛苦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就不用再麻烦你们了。”李磊捏了捏厚肚，笑容更灿烂了：“不麻烦不麻烦，叔阿姨太客气了，以后林婉妹子飞黄腾达了，别忘了我们就行。”我看着这一幕，灵魂都在颤抖。原来是这样，从我上小学开始，这群人就像肤骨之躯，无论我去哪个学校，他们总能出现在我周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小学时，他们撕了我的作业，把我堵在厕所隔间，将脏水从头顶浇下，我顶着湿透的衣服在同学嘲笑中上一整天的课。初中时，他们抢走我辛苦攒下的饭钱，我只能靠喝水熬过漫长的下午，胃疼的蜷缩在座位上。高中时，他们把我反锁在废弃的器材室，我在黑暗中恐惧地拍打着门板，直到深夜才被保安发现。我每一天上学都提心吊胆，可我不得不去，因为系统规定必须完成学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般是不给我吃饭。我害怕他们，恐惧到夜不能寐，每一次系统都在我耳边说，忍耐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我信了，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忍耐，就能熬过去。可现在，我的亲生父母正满意地对着这群刚刚杀害了他们女儿的凶手微笑，付给了他们一笔巨款。他们缺席了我整整18年的人生，没有给过我一顿热乎饭，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没有在我被欺负时给过一个拥抱，却想要通过一个冰冷的传感器和这群收钱行恶的混混来磨砺他们眼中需要被锤炼成器的女儿。巨大的讽刺像冰水浇透了我的灵魂。他们计划了这么多，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彻底的意外打破他们的美梦，那就是我死了。看着父母和李磊那群人谈笑风生地分开，我像被困在了一个无声尖叫的躯壳里。他们转身朝着另一个我熟悉又恐惧的方向走去，我的启蒙恩师孙老师的家。从我还认不全几个字的时候，系统就把我送到了他这里。每周一次，雷打不动，哪怕我发着高烧，也必须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他那里受教。他有一把磨得光滑的戒尺，敲在桌面上清脆响亮，打在手心火辣辣的疼。任何一个拼音写错，一个数字算慢，都会招来戒尺和厉声呵斥。但即使如此，我也把他当做了我孤独的人生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我在他面前崩溃大哭，诉说被同学欺负的无助，他却只是冷冷地看着我。哭有什么用？弱者才需要同情，你就是太弱了才会被欺负。你要做的是变得优秀，让所有人都仰望你。痛苦是养分，你得学会咽下去。那时我以为这是最严厉的爱。如今我跟着父母飘进孙老师那间令我窒息的书房时，孙老师原本略显刻薄的脸上立刻堆满了近乎夸张的谄媚笑容，那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表情。林先生，林太太，快请进，快请进。他热情地招呼着，手忙脚乱地拂去椅子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我刚还在想着囡囡明天高考的事，心里正为她高兴呢。你们二位真是教女有方，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我爸微微颔首，语气充满了敬畏和感激。孙老师，这么多年真是辛苦您了。从囡囡那么小一点开始，就劳您悉心栽培，没有您就没有她的今天。栽培？我冷笑。我记得6岁那年，因为害怕戒尺，我偷偷藏起了一张写错的算术纸，
被他发现后，他罚我跪在书房角落的搓衣板上，整整一夜对着墙壁背诵《弟子规》。那时，系统在我脑中低语：严师如严父，规矩立得早，方能成器。我妈也笑着接口，语气亲切：是啊，孙老师，囡囡能养成这么刻苦的习惯，底子打得这么牢，全靠你费心。我们当父母的，有时候还真下不去那个手。这话语里竟带着一丝幸亏有你代劳的庆幸。孙老师摆摆手，笑容更深了些，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意味。瞧你二位说的，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你们提供方向和资源，我负责执行和打磨。囡囡这孩子真是我见过最有韧性的，这18年再苦他硬是一声不吭扛下来了，明天肯定没问题。他说着，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舅舅。对对对，我爸连连点头，语气充满期待。等高考结束，咱们这长达18年的任务就算圆满成功了。他们3人坐在那里，如同评估一个即将交付的重大工程。孙老师口中那个有韧性的学生，与我记忆中那个在他戒尺下瑟瑟发抖，在他冷语中暗自垂泪的孩子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听着孙老师笃定的成功预言，我父母脸上洋溢着踏实和兴奋。他们又寒暄了几句，详细讨论了考后安排，仿佛我的未来早已被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不禁很期待，等他们知道我死在他们手下时会是什么反应。第2天，高考日，天刚泛起鱼肚白，我爸妈就穿戴一新，出现在了小屋里。我爸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我妈则一眼瞥见了桌上那杯纹丝不动的牛奶，抱怨道：这孩子牛奶都不喝，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这18年来，就算日子再怎么贫困，每天我回家都会有一杯牛奶静静地放在桌上。即使喝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我也会在系统的警告下灌下这杯营养必需品。他们左等右等不见我，焦虑逐渐升级，最终决定直接去考场外守候。开考的铃声响起，校门口的人群逐渐稀疏，唯有他们固执地守在原地，目光在每一个入场的学生脸上搜寻。1小时，2小时，时间在煎熬中缓慢爬行，从清晨到正午，再到下午的考试即将开始。他们的脸色从红润变为苍白，从期待变为恐慌。不可能，囡囡绝对不可能缺席高考。我妈的声音带着颤抖，紧紧抓住我爸的胳膊，电话一直关机。他从来不会这样的。别急，别急，我爸强作镇定，但额角已经冒汗。他立刻打电话给我舅舅。志明，囡囡不见了，没来考场，是不是你那边有什么最后的计划？舅舅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也充满了错愕和慌张。什么？没去考场？不可能，我这边没有任何新指令，所有的数据反馈昨天就终止了，传感器最后显示他一切正常。报警，快报警！我妈几乎要晕厥过去。就在我爸手忙脚乱准备拨号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停在了不远的巷子口。人群骚动起来，议论声像潮水般涌来。听说了吗？那边巷子里死了个女学生，好像是昨天的事，今天才被发现。穿的校服是一中的吧？好像叫林婉，真是可惜了。我父母像被瞬间冻住，脸色煞白，他们对视一眼，眼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惊骇。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几个警察抬着担架从巷子里走了出来，担架上盖着一块白布，边角处露出一截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子。那是我穿了3年的校服，袖口早就磨破了边。不可能，我妈喉咙里发出破碎的呜咽。挣脱我爸的手，疯了一样冲过去。警察拦住了他，语气沉重：这位女士，请你冷静一点，我们正在处理现场，确认身份后会通知家属。那是我女儿。我妈哭喊着，想要掀开白布，她还要考大学，她不能有事。你们让我看看她。我爸也跟了上来，脸色铁青，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泛白，目光死死盯着那块白布，仿佛要将它看穿。他强忍着内心的翻江倒海，对警察说：警察同志，我们是林婉的父母，让我们确认一下。警察核实了他们的身份后，终于松了手。我妈颤抖着伸出手，一点点掀开那块冰冷的白布。我的脸露了出来，额角的伤口凝结着暗红的血痂，顺着脸颊淌下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嘴唇青紫，眼睛紧紧闭着。囡囡！我妈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我爸也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看着我的尸体，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句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飘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崩溃绝望的样子，灵魂里没有丝毫快意，只有一片死寂。这就是他们精心策划18年想要的结果吗？用我的死亡换来了他们迟来的痛苦。
警察将我妈送往附近的医院，留下几名警察给我爸做笔录。你女儿叫林婉，对吧？警察拿出笔记本，语气严肃。根据现场勘查和初步尸检，她的死因是头部遭受钝器重击，以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天下午4点到6点之间。我爸猛地抬起头，眼神空洞。钝器重击？是谁？是谁杀了他？我们已经控制了几名嫌疑人，他们供述是受雇于人，对林婉进行霸凌。警察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你认识李磊、黄毛他们吗？李磊、黄毛这2个名字像惊雷，扎在我爸的脑海里。他浑身一震，脸色变得更加惨白，嘴唇哆嗦着。是他们，可我只是让他们稍微吓唬他一下，让他吃点苦，磨砺一下心智，不是让他们杀了他啊。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带着无尽的悔恨和恐惧。我只是想让他考上好大学，出人头地，我不是要他死的。警察皱了皱眉，详细记录下他的话。而我飘在一旁，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只觉得无比讽刺。他到现在还在说为我好，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谓的魔力早已超出了一个孩子能承受的极限。3天后，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了。我爸妈、舅舅孙老师，还有李磊等几名霸凌者都被通知到了派出所。我飘在审讯室的角落，看着他们一个个神色各异，心里没有任何情绪。警察拿着尸检报告，语气严肃地宣读：死者林婉，女，18岁，死因头部遭受钝器重击，结合全身多处陈旧性及新鲜性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除此之外，我们在死者体内检测出了一种微量镇静药物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嗜睡乏力、情绪低落，并且会让人更容易服从指令。镇静药物？我爸猛地站起来，眼神震惊地看向舅舅。警察严肃地补充道：我们调查后确认，药物来源是他每天饮用的牛奶。牛奶？我妈猛地站起来，志明，这是怎么回事？你给囡囡喝的牛奶里到底加了什么？舅舅浑身一哆嗦，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我只是加了一点能让他更专注学习的东西，没有别的意思，我也是为了他好。为他好？警察冷冷地打断他，这种药物长期服用，对肝脏和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严重损伤，而且我们调查发现，你给林婉喝的牛奶大多是过期或者临期的劣质产品，根本没有任何营养可言。还有，警察翻了一页报告，继续说道：死者长期营养不良，身高体重都低于同龄女性平均水平，体内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严重缺乏。我们调查了林婉的银行账户和消费记录，发现她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每天只能靠冷硬的馒头和咸菜度日。我妈听到这里，哭得浑身发抖。不可能啊！我们每个月都给志明打了足够的钱，让他给囡囡补充营养，让他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舅舅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细若文瑞：我只是暂时用了一点，我想着等林婉考上大学，拿到奖金再还回去。真相大白，那些我以为是系统要求必须每天喝下的牛奶，不仅是过期的劣质品，还被舅舅加了镇静药物，目的是让我更听话，更容易被操控。而父母给我补充营养的钱，全被舅舅贪了，我只能在贫穷和饥饿中挣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早已垮掉。另外，警察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尸检发现死者大脑前额叶有轻微病变，结合他遗留的日记和相关证人证言，我们判断他长期遭受精神虐待和霸凌，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精神压力极大。警察拿出我藏在床板下的日记本，那本封面泛黄页角卷起的本子，记录了我18年的痛苦。今天又被李磊他们欺负了，后背很疼，可是系统说要忍耐，忍耐就能见到爸妈了。牛奶很难喝，喝了以后头晕晕的，可是不喝会被扣分，爸妈就不能复活了。孙老师又用戒尺打我了，他说我是弱者，不配同情。我真的很累，好想放弃，可是我想见爸妈。我每天要上学，要打工赚钱交学费，还要完成系统的任务，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日记里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父母的心里。他们看着那些稚嫩的字迹，看着我字里行间的痛苦和绝望，终于明白他们所谓的为我好，给我带来的是怎样毁灭性的伤害。我妈瘫坐在椅子上，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嘴里反复念叨着：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答应你爸，不该让你受那么多苦。我爸也脸色惨白，双手插进头发里，失声痛哭：囡囡，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太自私了，爸爸没上过大学，就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你身上，一心想让你出人头地，是爸爸害了你。我飘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审讯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所有的真相都被揭露出来，
这场长达18年的骗局终于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父母原本以为他们花重金打造的魔力计划能让我出人头地，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信任的弟弟贪没了给女儿的生活费，丝毫没有作为亲人的情分。他们雇来的霸凌者下手毫无分寸，直接导致了女儿的死亡。他们敬重的严师只是为了钱，对女儿进行了毫无人道的残酷体罚和精神虐待。他们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换来的却是同谋者的阳奉阴违，最终落得了一个女儿惨死、彻底崩塌的家庭。我爸声音沙哑，带着无尽的悔恨向警方坦白了一切。我们家根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了这个计划里，想着等囡囡考上大学，一切就都值了。可现在什么都没了。一旁的警察沉重地开口，我们调查了林婉的日常轨迹，发现他不仅要完成高强度的学习任务，还要利用周末和放学后的时间打工，洗碗、发传单、搬砖，只为赚取学费和微薄的生活费。他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长期处于过度劳累和精神紧绷的状态。我只是想让他能摆脱底层的苦难，能过上好日子。我妈哭着说，我小时候家里穷，没读过多少书，一辈子都在辛苦打拼，我不想让他走我的老路。我以为现在吃点苦，以后就能享福了，可我没想到。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警察打断。吃苦？你们知道他遭遇的霸凌有多严重吗？最初他只是被吓唬抢东西，后来逐渐升级为殴打囚禁，你们明明知情，却从未制止，还说只是给他吃点苦。我爸猛地抬头，就要冲李磊冲过去，被警察死死按住。我只是让你们稍微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生活的残酷，不是让你们这么打他，你这个杀人凶手！还我女儿！稍微教训！李磊急了，大声反驳，你每次都让我们下手重点，磨磨他的性子。再说了，做戏要做真，我们每次打完他，你都按时给钱，从来没说过什么，现在出了事就想推干净责任。这些话像当头一棒砸在我爸头上，砸得他泄了所有力。警察转向孙老师，孙老师，你作为林婉的辅导老师，长期对他进行体罚和精神打压，用戒尺殴打、辱骂、罚跪，这些你都承认吗？孙老师脸色煞白，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我只是想让他更优秀，是他父母让我严格管教的。严格管教不等于虐待。警察冷冷地说，你所谓的严格，已经构成了虐待被监护人罪。真相像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露出了最丑陋的内核。几名警察上前，给所有人戴上了手铐。我看着他们被警察带走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快意。监狱里的日子，对我父母来说，是无尽的煎熬和悔恨。每天面对着冰冷的墙壁和铁窗，还有自己内心的谴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想着我18年来的痛苦和挣扎，想着我冰冷的尸体和日记里的绝望。我妈常常在夜里哭醒，梦里全是我的身影。那个啃着冷馒头刷题的小女孩，那个被霸凌后蜷缩在角落默默流泪的小女孩，那个临死前还盼着见到父母的小女孩。她一遍又一遍的自责，怪自己太自私，怪自己太偏执，怪自己毁了女儿的一生。又一遍一遍的回想，想起18年来从未给过我一个拥抱，想起自己每月打给舅舅的生活费，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饿肚子，想起我死那天，他还在满心期待着我考上大学后的美好生活，却不知道我已经倒在了冰冷的巷子里。我爸也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坐在牢房的角落里，一言不发。他常常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却笑得一脸天真。他想起自己曾经看着一墙奖状，得意地说苦没白喂，现在才明白，那些奖状背后全是我的血泪。他们曾经以为，只要我考上顶尖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就能给他们带来荣华富贵。可现在，他们失去了女儿，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意识到，自己把自己的未完成的遗憾和私心强加在了女儿身上，忽略了女儿的感受和需求，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一切都晚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时光也无法倒流。他们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弥补。在被关押的第3个月，我妈选择了自杀。她用一根磨尖的牙刷划破了自己的手腕，临死前，她手里紧紧攥着我的照片，嘴里念叨着：囡囡，妈妈来陪你了，妈妈对不起你。当我爸得知我妈自杀的消息后，也彻底崩溃了。他失去了女儿，又失去了妻子，活着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折磨。几天后，他也在牢房里自杀了。临死前，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只有一句话：囡囡，爸爸对不起你，
愿来生你能有个幸福的人生。父母死后，这场长达18年的骗局终于彻底尘埃落定。舅舅孙老师、李磊等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们为自己的贪婪、自私和残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危房，后来被拆了，盖起了新的楼房。墙上的奖状、我的日记本，还有那些堆积如山的习题册，都被当作垃圾清理掉了，仿佛我18年的人生从来没有存在过。我飘在城市的上空，看着日出日落，看着人来人往。我的意识越来越淡，身体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知道，我即将彻底消散，回归虚无。18年来，我活在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里，在贫穷、饥饿、霸凌和精神虐待中挣扎，唯一的执念就是见到父母。可最终，我等到的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和毁灭。我恨过、怨过、绝望过。可当一切尘埃落定，当那些伤害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我的父母用生命偿还了他们的罪孽，我心里的恨意和绝望也渐渐消散了。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一场关于亲情执念和极端教育的悲剧。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这个让我痛苦了18年，也让我曾经充满期待的世界。再见了，我短暂而痛苦的一生。我的意识彻底消散在空气中，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也许下辈子我能遇到一对真正爱我的父母，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能在快乐和幸福中长大，能拥有一个平凡而美好的人生。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